你们知道金融界最弥天、最无耻的大谎是什么吗？就是那群衣冠楚楚，坐在玻璃幕墙后面，实际上靠赚取你们佣金过日子的家伙，日复一日灌输给你们的那套鬼话。他们告诉你必须分散风险，告诉你必须时时盯盘，告诉你必须追求所谓的年度超越大盘，告诉你如果你不把钱交给他们那些复杂的基金打理，你就无法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生存。全是谬论，彻头彻尾的胡扯。我这99年的人生里，亲眼目睹了数不清的所谓聪明人把自己搞得一败涂地。不是因为他们笨，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智商超群，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在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书里能考满分，但他们失败了，败得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像只会模仿的猴子一样，全盘接受了华尔街这套为了赚取佣金而设计的逻辑。他们把原本应该简单的财富积累过程变成了一场极其复杂的杂技表演。事实的真相异常简单，简单到让那帮销售复杂衍生品的人夜不能寐，简单到让你觉得我在开玩笑。你这一生根本不需要成千上万次的交易，你只需要做对2、3次重大的决策就能变得极其富有。注意听，我说的是2、3次，不是20次，更不是200次。绝大多数人的症结在哪？他们把财富积累当成了一场马不停蹄的打地鼠游戏。今天是这个热点，明天是那个赛道，后天又是某个改变世界的黑科技。永远在追赶，永远在瞎忙，结局呢，穷忙一生。我见过无数高学历的人，常春藤毕业，智商足以碾压99%的人类，但在资产配置上却愚蠢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弄懂一个最基础的数学逻辑。平凡的动作是财富积累的天敌，请牢牢记住这句话。倘若你这辈子只有20次下注的机会，你会立刻蜕变成一个更卓越的投资者。这不是什么比方，这是实打实的真理。我和沃伦在伯克希尔有一个著名的打孔卡理论。想象一下，上帝给你一张只有20个格子的打孔卡，这代表你这一生所有能做的投资决策。每一次买入，你就必须打掉一个孔。当你打完第20个孔，你的投资生涯就彻底结束了。如果你被迫遵守这个规则，你的行为模式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会停止那些毫无意义的赌博，你不会去买那些你听都没听过的所谓黑马股，你不会因为邻居买了你也跟着买。你会像一只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了几亿年的鳄鱼一样，静静地潜伏在水里。你会去钻研，你会去守候，你只会在胜算高到离谱、风险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才狠狠地咬上一口。但现实情况是怎样的？现实是金融界给了你无限次交易的假象，只要动动手指，你就能买入卖出。这种便利性是致命的毒药，它让你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控制感。你以为你在通过频繁交易掌控市场，其实你只是在给券商打工，给税务局打工。沃伦和我在伯克希尔的日常，在旁人看来简直枯燥到极点。我们可以1年、2年，甚至3年什么都不买卖，我们就只是坐在那里阅读、思考、等待。我们读年报、读传记、读历史，就是不看行情显示屏。19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最癫狂的时期，所有人都嘲笑我们，说这2个老头子老了、过时了，脑子僵化了，不懂什么叫新经济。那些20几岁的毛头小子开着昂贵的跑车，教训我们说这是新纪元的规则，传统的估值模型已经过时了，现在看的是流量，
是眼球。结果呢，2000年一过，钟声敲响，午夜来临，那些跑车都进了报废场，那些不可一世的小子也销声匿迹了。而我们依旧坐在奥马哈，喝着可乐，财富又翻了好几倍。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仅仅是做对了2件极度稀缺的事情。第一件是寻找到一个你能彻底搞懂、具备持续竞争壁垒的生意。第二件是在所有人恐惧的时候，利用市场的错价买入它，然后死死拿住。这听起来是不是太简单了？但我告诉你，简单才是最高级的复杂。让我们来谈谈第一件事，如何找到好生意。这里有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概念，叫做能力圈。留意我用的词简单可理解，不是那些繁复的高精尖的需要博士学位才能解析的商业模式。如果一门生意你没法给一个10岁的孩子解释清楚他如何盈利，你就别去碰。这就是所谓的能力圈法则，待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像捍卫城池一样捍卫它的边界。什么是简单的生意？可口可乐很简单，它就是卖糖水。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甜的东西，这是一种合法的温和的兴奋剂。这个人性需求100年前存在，100年后依然会存在。无论科技怎么发展，人类渴望糖分和咖啡因的生理机制不会变。箭牌口香糖很简单，人类嚼口香糖的癖好不会因为人工智能的进步就消失。吉列刀片很简单，只要男人还长胡子，他们就需要刮胡子。这些生意的共同点是，他们在你我的理解范畴内，他们的护城河清晰可辨。他们不需要每天都搞颠覆式创新就能活得极好。但有多少人能抵御住花哨的诱惑？所有人都想抓住下一个亚马逊，下一个苹果。问题是，当你追逐下一个什么的时候，你已经偏离了你的能力圈。你试图去预测科技变迁这种极其复杂的混沌系统，你那是在投机，根本不是投资。投机和投资的界限在哪？投资是关于确定性的艺术，投机是关于概率的游戏。我这辈子从不投机，我只在确定性高到荒谬的时候才下重注。你再看看那些年轻人在忙什么？他们买加密货币，因为听说有人一夜之间发家致富；他们炒作概念股，因为某个分析师说这是人类的未来；他们追逐一切热点，因为生怕错过任何机会。这不是在投资，这是打着投资的幌子来满足内心投机的冲动。人性本就如此，永远渴求快速、轻松、巨额的回报。但真实世界并非如此运转。我告诉你一个价值100万的秘密：真正的机会降临时，它会巨大到像一辆卡车迎面朝你驶来，你想躲都躲不开。1970年代早期，美国顶级公司的股票便宜到跟白送没两样，市盈率是个位数，股息收益率比国债利息还高。那时候你闭着眼睛买入都能赚钱。2008年金融海啸，美国最优秀的企业股价腰斩，然后再腰斩。高盛、美国运通这些百年基业，在极度的恐慌中被当作垃圾一样抛售。这种级别的机会10年才出现一次，但当它来临时，它会把自己明明白白地写在天上。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数学模型，不需要什么超级计算机，你需要的只是不管不顾地用桶去接，而不是用勺子。可问题出在哪儿？问题是当真正的良机降临时，所有人都被恐惧所支配。2008年那会儿，我看到的是几十年不遇的黄金坑，但99%的人看到的是世界末日。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为什么做对一件事如此艰难，不是因为机会难寻，
而是因为当机会真的来了，你的动物本能会尖叫着让你快跑。做对的第二件事更为简单，简单到多数人压根不信，也根本做不到，就是什么都不做。没错，就是坐在那里像块石头一样纹丝不动，静观账户数字的起伏，忍受一切的波动，一切的诱惑，一切的噪音。这是世上最困难的修行之一，但也是回报最丰厚的修行之一。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但复利需要时间的浸润，不是1年或2年，而是10年、20年、30年。假如你在1965年购入了伯克希尔的股份，然后就去高枕无忧，彻底忘掉它，到了2015年，你的收益是19000倍。听清楚了，是19000倍，不是190%，也不是1900%。但这需要你具备什么？需要你整整50年按兵不动，50年的无为而治。这对现代人而言简直是酷刑。你们每天至少要看3次账户，每小时要刷新2次财经新闻，生怕遗漏了什么重大变故。你们根本不理解，这种频繁的关注恰恰是导致你们失败的根源。从心理学角度看，每一次查看，你的情绪就被市场的波动干扰一次。上涨了你贪婪，下跌了你恐惧。每一次情绪波动，你就可能催生出一个愚蠢的决策。日积月累，无数个平凡的小失误会蚕食掉你所有的复利成果。我必须再强调一遍，因为这至关重要。投资最大的耗损不是交易手续费，也不是税金，是频繁决策所带来的错误。每一次你决定买入或卖出，都是一次给自己犯错的机会。而人类作为一个由猩猩进化而来的物种，犯错的几率远远高于我们自以为是的估计。所以最明智的策略是什么？是尽可能的减少决策次数，尽可能的减少行动次数，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资产上的极简主义者。你去看看那些真正实现了财富传承的人，不是华尔街那些光鲜的交易员，是那些持有了优质资产数十年纹丝不动的人。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可口可乐的伍德拉夫家族，这些家族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来的？不是靠什么高明的短线交易，是靠持有卓越公司的股权长达几十年。他们做对了什么？锁定了好生意，然后就是等待复利施展它的魔法。但这太反人性了。人性就是热爱行动，热爱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控制感。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会让自己感觉像个十足的傻瓜。所以绝大多数人宁愿频繁交易最后亏损，也不愿意无聊地坐着等待财富增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市场永远存在机会，因为永远有新的人在重复同样的错误。我见过太多人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他们要去建立数学模型，要搞量化分析，要去研究什么技术图表，搞得好像在发射火箭一样高深莫测。然后呢，依旧是亏钱。为什么？因为投资的精髓根本不是复杂的演算，而是对人性和商业规律的洞察。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数据，是更清晰的洞见。逆向思维在此处至关重要。当所有人都蜂拥去追逐热点时，你必须问自己，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当所有人都陷入恐慌抛售时，你必须问自己，5年、10年后再回头看，今天的恐慌会不会显得极度荒谬？1999年那会儿，所有自诩聪明的人都在抢购网络股，他们嘲讽我们不懂新范式，说我们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我们当时的回应是什么？我们说这些公司毫无利润，毫无壁垒可言，
估值高到了天上。事后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在当时要坚持这个观点，需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你的邻居在赚大钱，你的同事在赚大钱，报纸上全是某某人一夜暴富的神话，只有你像个笨蛋一样死死抱着可口可乐和吉列的股票。这就是做对事情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短期内，你必然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愚蠢，你会被嘲笑、被质疑，被认为是跟不上潮流的老古董。但只要你真正理解了复利的威力，你就知道短期的非议根本无足轻重。重要的是10年、20年后，谁还能站在这个牌桌上？谁的财富实现了指数级的增长？投资绝不仅仅是金融学。如果你只懂财务报表，那你只是个会计，不是投资者。投资是心理学，是历史学，它甚至是物理学和生物学。在伯克希尔，我们提倡多元思维模型。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全世界在你眼里都像钉子，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思维方式。你必须拥有多种工具。从心理学中，你学会洞察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从历史学中，你学会看清那些不断重演的模式；从物理学中，你学会理解临界质量和复利的巨大能量；从生物学中，你学会理解进化、竞争和适应。一个只懂财务报表和估值模型的投资者，永远只能是二流水平。真正的大师是能把不同学科的智慧融会贯通的人。让我们深入谈谈人类误判心理学，这也许是我这辈子研究最深的话题之一。人性有几个致命的缺陷，任何一个都足以摧毁你的全部财富。第一个是嫉妒，嫉妒是唯一一种你从中得不到任何快乐的罪恶。贪婪至少还能让你在吃大餐时感到快乐，色欲至少还能带来片刻的欢愉，但嫉妒全是痛苦。你看到隔壁老王买了某只股票涨了10倍，你就心痒难耐了。你根本不管那只股票是不是在你的认知范围内，你也不管现在的价格是否已经高得离谱，你只想要跟它一样的回报。这种心态会害死你。记住，嫉妒是投资者最致命的毒药，它会驱使你做出最愚蠢的决策。第二个是过度自信，人们总是高估自己的智慧。你在某个专业领域取得了成功，你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投资上也必定是个天才。我见过太多成功的医生、律师、企业家，在他们的本行里，他们是顶尖高手，一进到股市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韭菜。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得能力圈的边界。你是心脏外科的权威，不代表你能看懂一家半导体公司的商业模式。这种知识的错位是极其危险的。第三个是社会认同倾向，也就是从众心理。人类是群居动物，在远古时代，如果你被群体排斥，就意味着死亡。所以我们的基因里刻着随大流的本能。当所有人都恐慌抛售时，你觉得如果不抛售自己就是个傻瓜。当所有人都疯狂买入时，你觉得不买就是落伍。但在投资中，共识往往是昂贵的，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反向思考的人手中。如果你想在股市里赚钱，你就必须学会做一个独行侠。你必须习惯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我和沃伦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多少。论智商，华尔街比我们高的人多的是。我们成功是因为我们深刻理解了人性的这些弱点，并且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建立系统对抗它们。我们建立了一套规则系统，这套系统的唯一目的
就是限制我们自己不要犯下愚蠢的错误。什么系统？很简单，只投我们能理解的，只在价格远远低于价值时才出手。买入之后，除非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否则绝不卖出。听起来很容易，对吧？但要执行起来难于登天。2008年我们投资高盛和通用电气的时候，全世界都在高呼金融体系要崩塌了。我们的员工在问我们是不是失心疯了，股东在抱怨，媒体在质疑。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两家拥有100年根基、拥有强大品牌和核心业务的公司，因为市场的集体歇斯底里而被贱卖到了荒唐的价格。这就是机会，像卡车一样大的机会。但为什么其他人看不见？因为恐惧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这就是我所说的逆向思维的精髓。当所有人都在盯着短期波动时，你要看的是长期价值。当所有人都在放大风险时，你要去估算机会。当所有人都在问，要是情况变得更糟怎么办？你要问的是，要是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呢？再谈谈生意的本质。你可能会追问，究竟什么样的生意才值得我持有一辈子？答案很清晰，但需要你真正去消化。第一，这门生意必须有护城河。什么是护城河？不是为了这1-2年的利润，而是为了防御竞争对手的进攻。在这个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你赚了大钱，立马就会有一帮聪明人带着巨额资本冲进来，试图把你干掉。护城河就是那个能让你活下来的东西。品牌是护城河，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数百亿美元，即便工厂一夜之间烧光，凭着这块牌子，第二天银行就会争着借钱给它重建。网络效应是护城河，信用卡网络用的人越多就越有价值，商家就越离不开。成本优势是护城河，好事多能把运营成本压到极致，这就是无敌的防御。竞争对手就算想打价格战，也会先把自己亏死。专利是护城河，制药公司靠专利保护能躺着赚几十年的钱。但有多少人在掏钱的时候认真思考过护城河？他们只关心增长率，只关心市盈率，只关心技术图表上的那根线，从来不问这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壁垒在哪儿。结果呢，买了一堆没有护城河的平庸公司，等竞争者一涌而入，利润消失了，股价也崩塌了。第二，这门生意必须有定价权。通货膨胀是个永恒的命题。如果一家公司不能转嫁成本，不能涨价，它的真实利润就会被通胀慢慢吃光。沃伦总是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拥有这家公司，你有权利在不流失大量客户的前提下涨价吗？可口可乐可以涨价，人们不会因为一瓶可乐贵了5毛钱就改喝白水。吉列可以涨价，人们不会因为刀片贵了1块钱就改用剪刀刮胡子。迪士尼可以涨价，家长们不会因为门票涨价了就忍心告诉孩子米老鼠不见了。但那些陷入红海竞争的行业，比如航空公司，我是从来不碰的。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生意模式。你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去买飞机，你需要支付昂贵的燃油费和飞行员工资，而你的客户没有任何忠诚度。你敢涨价，客户明天就全跑到对手那里去了。这种生意无论看起来多便宜，都是陷阱，看懂了吗？好生意的标准一点都不复杂，但同时满足这些标准的生意是极度稀缺的。所以你要做的不是每天在市场上寻找新机会，而是耐心的等待，等待那些真正符合标准的伟大机会自己出现。这种等待可能耗时几个月、几年，甚至10年。
但当它一旦出现时，你要敢于下重注。这里必须要提一个很多人无法理解的观点：集中持仓远比分散持仓更安全。这听起来很反常识，对吧？华尔街那帮人天天教你要把鸡蛋分散在不同篮子里，但我告诉你，这是胡扯。分散投资是为那些无知的人准备的保护伞。如果你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你确实应该分散买50个、100个股票，或者干脆买指数基金。但如果你真的彻底理解了一门生意，你为什么要把宝贵的资金浪费在那些你根本不怎么理解的东西上面？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最核心的持仓不会超过10个。我们把绝大部分的钱都压在我们最笃定、最有信心的那几家公司上。这表面上看风险很高，但实际上风险极低，因为我们对这些公司的理解已经深入骨髓。真正的风险从来不是集中，而是不理解。你买50个你根本不理解的股票，那才是真正的极致的高风险。再谈谈时间的问题，为什么持有必须是长期的？因为在短期内，股票市场是一台投票机，但在长期内，它是一台称重机。这是本格雷厄姆教给我们最深刻的道理。短期内，价格反映的是市场的情绪，是各种噪音，是随机的波动。今天出个坏消息，股价暴跌10%，明天某个分析师上调了评级，股价又大涨15%，这些全是噪音，跟这家公司的真实价值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把时间拉长看就不一样了。长期来看，股价一定会回归到公司的内在价值，它一定会反映公司真实的盈利能力。如果一家公司每年能赚10亿美金，10年就能赚100亿美金，股价最终一定会体现这个客观现实。所以长期持有不是什么信仰，它是数学。你只是在耐心地等待价格回归价值，等待市场称重的这个过程最终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多久？没有标准答案，有时候是3年，有时候是5年，有时候是10年。但你必须有这个耐心，因为这是唯一可靠的、可复制的赚钱方式。那些试图快速致富的人，最终的结局都是快速的返贫。慢才是真正的快，这世上最反直觉，但也是最真实的道理。我看过太多人就毁在一个快字上。1990年代末的科技股泡沫，人们以为财富大洗牌的机会来了，只要押对了网络股就能一步登天。结果呢，绝大多数人亏得血本无归。200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泡沫，人们坚信房价只涨不跌，加杠杆买房就能发财。结果呢，2008年无数人瞬间破产，每一次都是完全相同的剧本，只是换了不同的道具而已。为什么人们就是学不乖？因为贪婪总是能战胜理性，因为看到身边的人发财比自己亏钱还难受，因为总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但每一次都一样。泡沫注定会破灭，投机者注定会受伤。只有那些坚守着基本原则的人，才能安然度过风暴，并且变得更加富有。所以，做对这2件事的本质，是一场与自己人性的战争。你要战胜你内心的贪婪，战胜你内心的恐惧，战胜你的虚荣，战胜你的焦虑，这很不容易。这需要几十年的自我修炼，但它能带来的回报是无与伦比的。不仅仅是财富数字上的回报，更是心理上的绝对的平静。当你真的找到了那2-3个值得你托付一生的投资标的，当你不再需要每天盯着行情图，不再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焦虑，不再去羡慕别人的短期暴利时，你就达成了财务自由。这种自由
远比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更重要。这才是富有的真正含义，不是那个数字，而是你生活的质量。我这99年的人生，最大的成就不是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我始终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不需要去追逐任何莫名其妙的潮流，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我读我真正想读的书，交我真正想交的朋友，思考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这种顶级的自由，就是用坚持这些简单的原则换来的，是用拒绝那些复杂的诱惑换来的，是用几十年的耐心熬出来的。你现在听明白了吗？做对2件事，它不是什么投资的技巧，它是一种人生的哲学。它关乎你如何看待财富，如何看待时间，以及如何看待你自己。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追逐下一个机会，追逐下一个风口，追逐下一次暴富的可能。但真正富有的人，是那些找到了值得坚守的东西，然后用一生去守护它的人。现在轮到你了，你面前有2条路。第一条路，继续你现在正在做的追逐热点，频繁买卖，每天盯盘，听信那些所谓的专家。这条路已经被无数人验证过，是一条死路。但如果你坚信自己是那个万中无一的例外，请变。第二条路，接受这个简单到让人不舒服的真相，去找到那2-3个真正卓越的机会，然后用你一生的耐性去持有它们。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这是冷冰冰的数学。如果你能找到年化回报15%的资产，并持有50年，你的财富会增长1083倍。如果你耐不住性子频繁换手，每一次交易都损失一点点，你的回报可能只有15%，50年后只增长了117倍。天壤之别在哪？就在于你是否能克制住那该死的想要行动的冲动。我99岁了，这些话是我用一生的时间和真金白银换回来的教训。这世界上只有2种人，一种是能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的聪明人，另一种是非要自己撞得头破血流才明白过来的笨蛋。你想做哪一种？你自己选。我这辈子最大的优势，不是智力超群，而是我能看透这些朴素的道理，然后用几十年的时间，日复一日地去践行它们。